普京不同意临时停火提案，并提出了一个乌克兰与欧洲都不会同意的新协议。苏贾失守，松梅成为下一个决战地点。红军村与托列茨克成为俄军在库尔斯克进展的牺牲品。俄罗斯继续征兵，或将扩大其在白俄罗斯的永久军事基地。37国组建自愿联盟，以保障乌克兰的安全。美援乌升级版陆基小直径炸弹可弥补 ATACMS 导弹的空缺。美国向乌克兰寻求协助，以研发更先进的无人机。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美乌将停战皮球踢到俄罗斯之后，普京又将这个球重新踢了回来。3月13日，基辅独立报报道，普京同意临时停火协议，但要求在停火期间保证乌克兰不会动员或训练军队，也不会接受军事援助。这一段话翻译一下，就是普京不同意美乌制定的停火提案，但为了避免美国的制裁，制定了一个乌克兰不可能同意的条件。3月12日的时候，来自俄罗斯的消息称，克里姆林宫将正式对临时停火提案做出积极回应，但也会开出乌克兰不可能同意的条件。3月13日，普京声称同意临时停火提议，并表示想法本身是正确的，但停止敌对行动应该能带来长期和平，消除战争的最初原因。翻译一下，就是普京拒绝临时停火限于结束战争的正式谈判，而这是美乌停火协议主要议题之一。此外，普京还质疑了协议的一些内容，比如是否允许乌克兰继续动员部队、训练新动员的士兵，以及接受其盟友的军事援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普京设想的停火协议与美乌停火提案的目的完全相反。美乌停火提案的目的就是将临时停火与未来结束战争的谈判分开，而普京设想的停火协议想要乌克兰直接失去作战能力，要求美国与欧洲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乌克兰也要停止招募和训练人员，言外之意就是解除乌克兰的武装，而俄罗斯自己不会停止征兵，并继续接受盟友的军事援助。如此一来，乌克兰军队重组、训练都将受到影响，而俄罗斯可以开始恢复自己的力量，并选择一个更好的时间发起大规模进攻，从而一举击溃乌军。此外，路透社3月13日报道，俄罗斯已经向美国提交一份要求清单，如果达成一致，就可以结束乌俄战争，并重置与华盛顿的关系。但是协议内容依旧是乌克兰与欧洲无法接受的。俄罗斯之前提出的条件包括乌克兰永久放弃加入北约，禁止在乌克兰部署外国军队，并承认克里米亚与乌东备战区是俄罗斯的领土。单是最后一条，乌克兰都无法接受。3月12日，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不会在未来的任何和平协议中承认任何备战领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并且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莫斯科智库为克里姆林宫起草的提案中，还包括很多更极端的要求，比如在乌克兰东北部沿布良斯克州和别尔哥罗德州边界部署一个缓冲区，彻底解散乌克兰现任政府等等。根据彭博社的说法，普京故意对领土维和部队等方面提出极端要求，就是知道乌克兰和欧洲不会接受这些要求，从而延长战争时间。3月13日，泽连斯基表示，普京害怕直接对特朗普说他想继续这场战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莫斯科要求这样的停火条件，这将使停火变得不可能，或者尽可能长时间的推迟停火。而事实也是如此，普京不想签署临时停火协议，但也不想正面激怒特朗普，毕竟后果谁也无法保证。特朗普之前警告说，如果俄罗斯明确拒绝美乌停火提案，选择继续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他可能会面临毁灭性的财务后果。于是普京选择将皮球重新踢回去。问题来了，普京不会同意美乌停火提案，美国会有什么举动？3月13日，乌克兰真理报报道，美国财政部部长斯科特·内森特表示，在必要时候将大幅度加强对俄罗斯制裁，以解决乌俄战争。按照内森特的说法，如果将制裁强度分为从0到10，在拜登任职期间，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强度只有3分，任期结束时强度也不过6分。如果俄罗斯拒绝和谈，美国将毫不犹豫地将制裁强度提高到10分。并且在3月13日，基辅独立报报道，美国加强了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制裁，没有延长允许俄罗斯银行访问美国支付系统进行能源交易的豁免。这项豁免最初由拜登发布，特朗普并未重新签署，这将使各国更难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在美乌提出临时停火提案之际，加强对俄制裁，火力军觉得这是美国对俄罗斯的警告。
早在3月7日，特朗普就表示考虑对俄罗斯实施全面的银行制裁和关税，直到达成停火和和平协议。如果普京一直都是拖延或者踢皮球的态度，制裁恐怕很快就要来了。战场之上，乌俄在苏梅爆发战斗，红军村和托列茨克成为俄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的牺牲品。库尔斯克方向，相较于前几天，俄军的推进速度有所放缓。Deep State Map 显示，俄军已经完全占据苏贾。路透社的报道表明，乌军已经开始撤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事博主都证实了这件事。不过，即使如此，泽连斯基依旧表示，乌军将继续在库尔斯克地区展开行动。战线方面，来自俄罗斯的消息称，俄军正在攻击国际边境沿线的剩余定居点，那些撤退的乌军士兵将重新部署至俄罗斯边境一侧。2支乌克兰部队被部署到库尔斯克前线，一些乌克兰部队，特别是空降部队，仍然留在库尔斯克。除了苏贾之外，苏梅地区也将成为接下来的战场热点。一名隶属于乌克兰军事情报的消息人士称，俄军正在苏梅北部使用全地形车，试图利用人力优势在该地区推进。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俄军或许会对苏梅北部发动有组织的进攻行动，也可能对切尔尼格夫州发动进攻。这与普京的声明一致。在访问库尔斯克地区的俄军时，普京声称考虑在未来的乌俄边界建立一个缓冲区，以保护别尔哥罗德免受到来自乌军的炮击。不过，在过去1年里，俄军都无法在哈尔科夫取得进展。根据乌克兰真理报的报道，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海军陆战队在苏梅边境地区击败了俄军和朝鲜士兵的突击群，并摧毁了敌方7辆全地形车。库皮扬斯克方向，为支援俄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俄军增加了库皮扬斯克地区的进攻，并开始使用机械化装备。乌军则是在扎帕德涅西部与德沃里奇纳西北部保持防御阵地，并在辛基夫卡以西奥斯基尔河东岸以及扎帕德涅东部附近发起反击，成功将俄军赶回扎帕德涅与德沃里奇纳之间的 P79 公路以东。同时，由于俄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使得托列茨克与红军村成为牺牲品。红军村方向与3月初相比，俄军在该地区的攻势大幅度降低，大多是以小规模步兵发动攻击，基本毫无收获。目前，乌军已经从防御行动过渡到反攻行动，推进到舍普琴科南郊，并占领了大部分定居点。红军村西部，乌军已逐步瓦解俄军的突击部队，俄军包围红军村的目的彻底破灭。托列茨克方向，乌军发动了一系列突袭，并逐步升级为全面的前行战术，包围了该镇西北部的俄军。如果俄军没有向库尔斯克转移部队，乌军想要实现这些收益是很难的。为了缩小托列茨克的损失，俄军近期增加了炮击和突击次数，并将步兵突进群的规模从2到5人增加到最多10人。乌俄战场之外，俄罗斯不断扩军，并可能会扩大其在白俄罗斯的永久军事基地。来自俄罗斯的消息称，莫斯科市正在继续招募士兵在乌克兰作战，并继续照常分发征兵广告，理由之一就是未来与北约开战。在3月13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普京在莫斯科会晤，并批准了俄罗斯白俄联盟国家条约。该条约允许俄罗斯在白俄建立军事基地和基础设施。目前，俄罗斯已经向白俄领土部署一个联合区域部队集团、防空系统以及核武器。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可能会以北约的威胁为理由，扩大其在白俄的永久军事基地。在队伍援助上，37个国家希望参与乌克兰的自愿联盟，以支持乌克兰。彭博社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37个国家之间进行谈判，在达成和平协议后，对乌克兰提供保护，包括财政援助、部队、飞机或海军舰艇，以帮助乌克兰免受俄罗斯的进攻。同时，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在内的非北约国家参加了与数十个欧洲国家以及加拿大的军事领导人的会谈。该提案随后将提交给美国，他们希望能够说服特朗普以空军、情报以及边境监视的形式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不需要美国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对在乌军援上，即使俄罗斯没有明确表示同意美乌停战提案，美国对乌军援也已经恢复。3月13日，路透社报道，美国正准备恢复向乌克兰运送陆基小直径炸弹，这可以弥补乌军 ATACMS 导弹的空缺。
从乌俄战争开始，美国一共向乌克兰援助了不到40枚 ATACMS 导弹。美国和乌克兰官员已经证实，这些导弹已经耗尽。美国重新援乌的陆基小直径炸弹射程达到了160公里，虽然不如 ATACMS 导弹，但也属于远程打击能力，可以弥补一定的空缺，并且这批陆基小直径炸弹的性能也有所升级，可以更有效地抵挡俄军的干扰。2024年5月，曾有报道称，乌军接收的第一批陆基小直径炸弹被俄军干扰，严重影响性能，所以暂缓提供，并且进行升级。不过，按照美国的要求，这些武器只能用于防御。当然，这些问题难不倒乌克兰。即便没有 ATACMS 导弹，乌军也有足够的能力打击俄本土。在乌俄战争初期，乌克兰的选择范围极其有限，主要是海王星导弹和苏联时代的托奇卡导弹。但现在不一样了，乌军装备了各种各样的无人机，比如导弹无人机，可以针对不同目标选择不同配置。经典的固定翼无人机和喷气动力无人机更是应有尽有。在基辅国防创新论坛上，乌克兰还展示了特雷姆比塔导弹，成本仅需要几千美元。也正是因为无人机方面的优势，美国也正在向乌克兰寻求协助，以达到更先进的无人机。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出厂公司已经耗费数十亿美元资金，试图开发未来冲突所需的小型无人机。但是就结果来看，大多数公司只能生产出价格昂贵并且性能欠佳的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的无人机厂商已经掌握了大规模生产无人机的技术，并开始寻找新客户，双方一拍即合。美国南加州初创公司 CXR 2024年就已经与乌克兰厂商达成一项协议，在乌克兰无人机上安装其软件和传感器，以进行战斗测试。这一合作已经得到美国军方的批准，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在美军里面。根据 CXR 公司的说法，没有一家美国公司能跟得上乌克兰的步伐，他们的产品经得起实战考验，拥有最好的实验室，可以在战斗中测试所有的型号。近年来，美国国防部也强调小型自主无人机的重要性，但美国无人机产业依旧不温不火。根据五角大楼的估计，美国制造商每年可以生产10万架无人机。相比之下，乌克兰在2024年就生产了超过200万架，包括可以飞行数百公里打击俄本土目标的无人机。随着美乌推出临时停战协议，乌克兰的无人机厂商开始拓展海外市场，美国就是最好的选择。在最近几周，美国国防部的国防创新部门已经向2家美乌合资企业授予合同，于2025年春季建造远程攻击无人机，并在乌克兰进行测试。如果有机会，可以参与五角大楼生产合同的竞标。就火力军而言，乌克兰这些在战场上经过实战的无人机，与美国初创公司竞标就是降维打击。乌克兰无人机的售价基本只有美国无人机的1/10，即使遭受无线电和卫星通信被干扰的情况，依旧可以正常工作。相比之下，美国初创公司在制造、交付以及更新无人机的速度都比较慢。援引莫斯科时报报道，根据分析卫星图像显示，自乌俄战争爆发后，朝鲜生产炮弹和导弹的武器工厂在过去3年中均大幅扩建了其生产设施。虽然俄罗斯从未承认向朝鲜购买弹药，但在有媒体报道朝鲜向俄军供应弹药后，俄军炮弹饥荒的状况确实开始有所好转。俄军炮弹短缺的第一份报告出现在入侵乌克兰开始1年后。瓦格纳集团的负责人叶夫根尼·普里葛人曾迫切要求当时的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和总参谋长瓦里列·戈拉西莫夫为其提供炮弹援助。然而，据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报告显示，即便该国军工联合体的弹药生产企业实施3班倒工作制，但由于缺乏火药和生产所需的消化纤维，根本无法迅速增加炮弹的产量。这就导致在战争的第2年，朝鲜就成为了俄军的主要火炮弹药供应国。援引华盛顿邮报报道，从2023年8月到2024年1月，朝鲜共向俄罗斯运送约160万发炮弹。同样的，乌克兰军事情报负责人基里洛·布达诺夫也表示，俄军所使用的大口径弹药，其中约有1半是在朝鲜制造的。随后，专门分析朝鲜局势的三巴讷斯网站指出，大约有20家武器工厂在朝鲜为俄罗斯生产炮弹和导弹，其中更是有3家企业被列为主要供应商。其一是平壤的125号工厂，这是朝鲜最大的弹药生产设施之一。根据韩国情报，该工厂可能位于平壤龙城区域的工业区内。在2021年时，其基础设施面积不超过2.5平方公里。然而到了今年3月，这里已新增数十座建筑，整体面积也达到了6.2平方公里。
其二是特森机械制造厂，这是朝鲜历史最悠久的中程导弹生产企业之一。据专门分析朝鲜信息的 NK Pro 网站表示，由于该工厂部分生产地位于地下或山体中，很难估算出整体面积。不过，根据卫星图像显示，该工厂在2023年11月至2024年8月期间进行了重大的现代化改造和生产扩建，例如移动了连接地下隧道的入口，拆除了部分地表建筑等。其三是慈江道江界市的26号工厂，这是朝鲜最大的地下工厂，主要生产如地对地、地对空、空对地等各式导弹以及鱼雷、反潜鱼雷等武器。由于该厂大部分位于地下，暂时无法预估具体面积。此外，还有一个与俄军密切相关的后勤企业及南浦港附近的金星拖拉机工厂，主要负责生产巡航导弹所需的发射车。2021年时，该厂在朝鲜仅有9栋建筑，到了今年，总体建筑已扩增到16栋。援引土耳其媒体报道，根据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发布的数据，去年该国武器出口额达71.54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29%，创下历年来最高销售纪录。在全球武器出口排行榜上，土耳其位居第11位。其中，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阿塞尔桑公司等4家军工企业更是入围全球100强军工企业，一度被外界视为在未来5至10年内能够冲击欧洲市场的军工企业。以阿塞尔桑公司为例，其生产的 ASEL-FLIR 500电子光学侦察系统已先后出口至16个国家。正如上述所说，土耳其军备的热销地区之一是欧洲，例如波兰、阿塞拜疆等国是土耳其装甲车 TB2 无人机的大客户，亦或是葡萄牙等国订购了土耳其的岛级轻型护卫舰以及多款巡逻艇。另一热销地区则是中东国家，例如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其中沙特计划采购100架可汗战机，阿联酋采购了 TB2 无人机，卡塔尔则获得了土耳其近岸巡逻艇的部分技术资料。在此军售市场的基础上，土耳其国防部已拟定新年度军售目标及出口额突破80亿美元，并在2年内超过100亿美元，在2028年实现110亿美元的目标。同时，土耳其还宣布将把今年国防预算的10%左右用于战斗机、护卫舰等武器装备研发。其中，在陆军方面，预计到今年8月，土耳其陆军将接收首批3辆阿尔泰 T1 主战坦克，并在接下来的3年内分别接收另外的11、41和30辆。据土耳其国防工业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阿尔泰 T1 主战坦克进入陆军序列后，将逐步取代现役装备。这也就意味着，在对外军售的品类中，阿尔泰坦克将会凭借着技术和价格优势，成为德国豹式坦克在欧洲的最有力竞争者。在空军方面，土耳其正在研发2款新机种，一是可汗战机，这是土耳其国产的5代机，预计今年将接收6架原型机；二是 T625 直升机，被外界称为土耳其版黑鹰直升机，预计将在今年上半年为其配备国产发动机，并完成相关测试。在海军方面，今年1月，土耳其下水了2艘伊斯坦布尔级护卫舰。据土耳其国防技术工程公司表示，该级护卫舰作为岛级护卫舰的升级版，将参照后者的营销模式，在今年打开国际市场，且目前已有中东客户订购该级护卫舰。此外，据土耳其军方人士透露，该国还将加大卫星等天基装备系统的外销力度，以争夺太空领域的军售订单，例如星载卫星多频段通信系统和光电侦察部件等。对大众而言，要想操控一架无人机，基本上都是由使用者通过遥控来下达指令。但随着人工智能语音识别技术的成熟，未来士兵可能只需通过口头命令就能够让无人机闻令而行。据防务新闻报道，美国的原始实验室公司近期就开发了一款语音控制软件，其名为 Anura， 它能够允许地面操作员使用耳机、麦克风等设备，通过自然语言对无人机下达指令，且无需使用特定字词。原始实验室公司表示，这款语音控制软件不仅能够兼容各式军机，还能够指挥空射无人机，借此可大幅提升有人与无人战机的协同作战能力。而且截至目前，这款软件已整合至多款无人平台，例如美军的黑色大黄蜂微型无人机，又或是蓝色无人机清单中的 Skydio X2D 无人机等，进一步证实了这款软件的性能。后续该公司将与美国陆军深度合作，并计划于今年将该软件推广至美军接触转型计划中的多个旅和师级单位，持续验证人机整合编队的可行性。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苏梅地区的战况会如何发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